相柳是有自卑的，这个自卑感是小妖治愈的，或者说只有在小妖面前，相柳会感到平等和被尊重。这是相柳爱上小妖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小妖心底最美的善良。小妖对所有闯入自己生命里的人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没有任何分别心，也不会因为这个人的外物影响他对人交往的判断。九命相柳在大荒里的标签是什么？是大魔头，是冷血残酷，是无利不起早的人。但是包括陈荣军里的很多人又是看不起相柳的，因为相柳是妖还是九头妖，可以说本体是不怎么好看的。小妖和所有人一样，第一次见到相柳都是恐惧的，但是世人对相柳的恐惧是害怕里有厌恶嫌弃，而小妖只有恐惧，却没有因为他是妖而看不起相柳。相柳在涂山璟带小妖离开军营的时候说，一个女人，一个高等神族，都在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有意思。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看到小妖极力保护涂山璟，说这是他的人，不要相柳伤害涂山璟。无人可依，无处可去，无力自保，这句话是小妖打动相柳的地方。所以当相柳烦闷的时候，他去找了小妖，他的郁闷是无处可诉，无人理解的郁闷。他一心报恩追随红江，但是随着和士兵之间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也生出了感情，同袍之情。他为了陈荣军放弃妖的天性，自由自在，甘愿在深山中日复一日的操练兵士。小妖看到这些，心生敬佩之情。可陈荣军里有很多人不能理解相柳，可以说相柳的大魔头标签大概有一半是从陈荣军里散布出去的，因为他治军严格，奖惩分明。还有一些人因为他是妖族，根本不信任他，这是相柳的苦闷。他从出生就无父无母，所有的委屈和迷茫都是无处可诉的。即便是他想和别人建立情感连结，也是无法像风龙和涂山璟那般从小玩到大，用正常的方式成为朋友。所以相柳不长嘴是有原因的，生来的孤独感和被骗经历让他只相信自己，也不愿意去花时间精力去做任何解释。对于相柳来说，懂我才能成为朋友，不懂我直接远离就好了。有没有发现相柳是很介意小妖提他的本体的？因为人人都嫌弃九头妖，他对小妖已经生情，自然会在这件事情上更为在意。小妖提九头妖的事情，相柳就生气。可是他也发现小妖并不是嫌弃，而是好奇，甚至成为美好的回忆。这是小妖治愈相柳的一个点。都说相柳对小妖不长嘴，所以才错失小妖的爱。其实一说说看过原著和剧后都有这种感受，那就是相柳对小妖有过努力。相柳对小妖的爱是有一个确认到挣扎，再到选择，最后是成全的过程。在清水镇上，相柳在情愿被小妖种上蛊的那一刻，就已经把心交给了小妖。从那以后，其实小妖的心里开心还是痛苦，他都是知道的。所以小妖和涂山璟的感情反复变化，其实相柳都知道。所以你会看到在中蛊之后，相柳总是能在小妖不开心的时候出现，因为小妖说不相信长久的陪伴，短暂的相守也是开心的。但是小妖的身份是浩陵大王姬，他是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如果小妖一直是清水镇的小医师文小六，大概相柳和涂山璟会在清水镇较劲儿一辈子，一个当仆人，一个当时不时出现要毒药的军师。小妖在龙骨峪前的海滩上，相柳赶来相救，小妖拒绝了。相柳也因为看到涂山璟才放心一些，所以离开了。可是没过多久，浩陵就宣布了大王姬回归的消息，相柳才知道文小六就是浩陵大王姬。在那一刻，相柳是有被骗的愤怒，因为他给小妖自己的心，就是因为小妖当初说自己是无人可依、无处可去、无力自保的人。结果事实上他是浩陵大王姬。相柳的愤怒里还有小妖身份的转变，让他和小妖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因为浩陵大王姬就是西阎王的外孙女，是站在苍玄一边的，让相柳也瞬间明白了，在清水镇小妖为什么会阻止他灭了苍玄，而小妖从来没有和他说过。所以才有了相柳利用阿念拉着小妖在海底的事情。他想要确认小妖的心意，结果小妖不愿意亲他，就算是肚气都不愿意。这个时候他感受到小妖的心已经倾斜向了涂山璟。相柳要确认的第二件事就是小妖对于身份的隐瞒。在那一刻，相柳生气到起了杀心。没想到小妖的回答出乎意料，原来小妖并没有故意骗他。其实相柳是一个界限感非常强的人，
我在二刷剧的时候特意看了一下防风贝每次出现的时间节点，都是在小妖和涂山璟闹误会分开的时候。防风贝相柳说过，他没有做防风贝，而是在做自己。也就是说，相柳本来的性格样子是防风贝的状态，但是有一点，防风贝的浪荡不羁是相柳的保护色。小妖对于防风贝一开始是不信任，首先防风贝不承认自己是相柳，小妖也感受不到蛊在附近。其次，这是一个出了名的浪荡子。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防风贝还以灭苍玄的杀手模样出现在小妖的面前。这3点都让小妖对防风贝说的话做的事有很大的戒心，是抱着想看看对方到底要耍什么花样的心态。只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小妖发现防风贝并不像外界传言那般浪荡不羁。小妖第一次和涂山璟因为青梅酒误会不再理涂山璟，而西岩城这段时间是相柳做防风贝努力靠近小妖的阶段。防风贝也对小妖说了，要不咱们一起去走吧。说这句话的时候，相信相柳是真的想和小妖在一起，但是小妖的回答也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提出来2个人在一起的方案是要求小妖放弃一切跟他走的。当小妖说好啊，只要你也能放弃一切离开，相柳是犹豫了，沉默了。小妖可以放下一切说走就走，防风贝也可以直接走，可是相柳不行，他的身后是义父和几万人的军队。接下来相柳看到小妖再见到涂山璟，还是愿意给涂山璟解释的机会，2个人又和好了。可以说小妖和涂山璟的感情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误会解开当中渐渐升温，而相柳也看到自己在小妖心中并不是唯一。小妖对于苍玄是100%的理解支持，小妖对涂山璟是100%的理解信任，可是对相柳，小妖只有一半理解一半不理解。不要苛责小妖，人与人的相识并不对等，相柳的身份和做事风格给小妖留下很多认知也是正常的。防风贝因为没钱付账突然站起来，此时小妖已经知道了防风贝就是相柳，所以小妖的第一反应就是安抚相柳，生怕相柳去灭了店小二。结果相柳只是要去当铺换钱，逗笑了小妖。这里相柳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开心小妖在意自己生气，又郁闷小妖的不理解。剧中这类细节出现过好几次，尤其是相柳半夜闯入小妖的闺房躲避，还要吸血疗伤，这里小妖明确自己和相柳的界限，也让相柳非常的失落和委屈。他把自己挪开，尽量保持和小妖的距离，已经看到他的无奈和接受小妖的选择，这是他对小妖的尊重。梅林虐杀在杀小妖的37年里，相柳是真正明白了，小妖活着就是最好的事情，其他都不重要了。涂山璟无奈地当上族长，小妖心里有失落。本来涂山璟是要扔掉身份来守小妖的，小妖觉得这段感情何去何从是迷茫的。相柳带他去看了左耳的决斗，告诉他为了一个渺茫的希望也要坚持。这里相柳是说自己的心，也是在开导小妖。在这之前，小妖不止一次问过相柳关于追随红江这件事情。从小妖的视觉来看，他可以被陈荣军唱的歌传递的气势所折服，但是他还是不太能理解相柳的选择。直到左耳说他自由了，先是问相柳需不需要人，相柳直接冷面拒绝，把这个救左耳的机会给了小妖。送走左耳，小妖似乎能够理解相柳了。他觉得如果相柳遇见的恩人不是红江，那么相柳便不用这般用恩情和道义束缚自己了，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小妖以为相柳生气是因为提到了红江，连忙解释，这一解释相柳气的妖童都出现了，那是相柳内心的五味杂陈，还有对小妖不能理解的孤寂失落。涂山璟是在梅林虐杀后发誓要守着小妖，所以他总是跟着小妖，看到相柳露出妖童便上前阻止。在这一刻，相柳明白他爱小妖只能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小妖也因为左耳的事情启发，愿意和涂山璟面对一切困难，走到一起。此时小妖是彻底把心给涂山璟了。在这之后，相柳为小妖做的事情更多是一种成全，甚至为了成全，让小妖继续以为他就是小妖认为的人，是喜欢做交易，是一笔一笔都要和小妖算清楚的人。其实相柳特别在意他在小妖的心里是不是唯一。当小妖告诉他毒药是特意为他做的，相柳的眼里便会发光，是惊喜。相柳的爱有隐忍，有克制，有成年人理性的选择，但是根本原因是相柳看到了小妖的心。
相柳和苍玄在对小妖的爱这件事情上是成一种对比的。相比之下，相柳的选择无疑是更有格局的。如果爱我懂我，我便不会放手；如果不被爱不懂我，放手是体面，成全是经验。相柳成全的是让小妖没有任何负担，不欠恩不欠情，过自己想过的日子。